圈，最近全世界气候真的变得不太一样。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？这是在印度哦，竟然发生了雪崩，这个房子那个雪直接下来的。在画面说，你现在看到画面呢，百灵觉得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就镜头一切，画风一转，突然间呢，一片的白茫茫就把镜头给盖过去。这个地方你很难想象，原本它应该是在我们讲印度的克什米尔。之前呢，整个全球气候乱了套，包括冷空气的不断的在往南下，甚至在西风带的影响状况之下呢，这里变成了莫名其妙的雪灾现场。因为你看哦，原本一个美轮美奂的度假村，代表说这是原本是一个度假胜地，就到了晚上左右10点12分，突然间从山上呢产生了雪崩。你看哦，前面那么漂亮的一个村子，就直接被雪给吞没、给淹没，整个建筑物呢，连民宅监视器画面都拍到，直接给盖过去。从中医开始有大量的降雪，原本是小雪到中雪，但高海拔的地方，也就是你看到山上大雪了，度假村对变成是雪崩。你知道最后大概多少吗？38公分左右，甚至是他们有官方去累计去调查，特别是在这个佐吉拉这个地区90公分，所以快要1个人高。你如果90公分的话，整个人呢靠近路上，大部分就埋掉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他们现在整个道路因为根本没办法使用，大量的封闭，然后开始呢一台一台的这种铲雪车，可能小山猫等等的，把这个雪呢给铲走。它甚至搞不好不是专业的铲雪的，甚至有车子在开到一半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它是大卡车，所以它的轴心跟它的轮高本来就比较高，所以大卡车过去之后，你会发现整个呢都已经跟它的我们讲的轮胎差不多。对。代表说那真的积雪很厚，哇，这太夸张了吧？这个怎么开的？就是变铲雪车，前面可能要加一个我们讲有那种类似铁锹一样的东西，连火车我觉得这是太了不起了，印度人了不起，火车都冒着大雪照开，那叭一声，然后呢这个铁轨都已经被盖住了，他一样这样弄，但是呢多数人没有像大卡车或者像火车有这样的能耐，所以变成就是说整个机车或者是它的汽车开不下去，只能改成是柏链的。现在整个喜马拉雅山它最出现可怕的状况不是覆盖着白雪，而是呢这些白雪以及跟溪流，来你看到我右边，你看这到底是雪还是河流，还是其实都不是，还是大雪在滑动，你已经分不出来了，因为代表它雪下的太大之后，包括它的水。它的溪流都已经结冰，又把临近区域沿岸的这个雪给带到里面去，所以就形成很怪异，你感觉好像一场雪河一样。但是更可怕的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在尼加拉瀑布这边，因为尼加拉瀑布被冰封了嘛。但是你也知道，它的瀑布会一直往下下。以前的瀑布很大的，对，就现在怎样变冰封的瀑布？对，你看很可怕你仔细看，我们再看一次那个冰块来有没有像倒垃圾一样？有没有像是垃圾山？但不是垃圾那全部都是冰，等于是它继续流动。但是因为天气又太冷了，所以开始结冰流动，连黄河这边来中国最喜欢的来很壮观，水不断的把这个冰抬着这样走，然后冰块你知道吗？很像什么冰河裂隙这样，嘣嘣嘣嘣嘣，彼此之间撞来撞去。那之所以有这个原因，就是北极震荡指数。对，那什么叫做北极震荡指数呢？也就是说，它通常这个指数如果小于负2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感到可能会有一些奇怪或者是反常的现象。结果没想到呢，这个数字在最近这几天1-2个礼拜、2-3个礼拜里来，不是负2都是低于负2，不然就是到负4、负3、负4。所以变成就是说呢，很多冷空气外流路径原本在欧洲变化非常大，所以它全部都往下，甚至呢还有另外一个路径是从西伯利亚往南下。那第一个路径呢，我们刚才特别提到，就像印度那边深受其害，所以等于说全世界包括欧洲、包括印度、包括亚洲都有这样子一个现象产生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有另外一个国家它遭受的害跟别人不一样。我们讲的都是冰，讲的都是雪，它讲到的是什么呢？电。雷击，对，他遭受到无数的雷击，这是巴西因为刚好最近巴西呢，他们在集会抗议，然后国会议员带队嘛，有一个叫做我们讲的尼克拉斯的这个国会议员，本来是要政府呢，哇，就这画面，对他本来突然一声 bang 就打下来了，吓坏，因为他们是去抗议的，然后本来是要去抗议说把囚犯放出来，就没想到天怒，不知道为什么天怒，应该是怒政府吧，就乒乓乓乓，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巴西竟然每年平均有多少？7800万次的雷击，对，这什么地方？太可怕了吧？那你知道为什么巴西这么多吗？主要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太倒霉。因为第一个，它是在热带区域，所以呢，本身呢，太阳直射它的能量呢就比别人来的高。那这时候如果冷空气下来了，刚好配上这个高温，遇到之后，它会产生很强烈对流。那你也知道，午后雷阵雨的时候最容易什么呢？嘣，打雷。午后雷阵雨就是所谓的强对流。再第二个它的湿气又很大，因为你知道巴西那边有所谓的亚马逊丛林。那亚马逊丛林呢，等于说它的水汽不断的一直在往上升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，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
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